光是手机平白无故冒出绿线就已经够活见鬼了。更吊诡的就是，每一次只要有人在网络上面分享手机脱胶的经验，就会冒出一个 NPC 说因为使用环保胶。然后就在上个月，突然某一天，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：如果用环保胶的话，为什么都只有在背盖上面脱胶，而没有任何一例是在荧幕上面脱胶的案例？就是在这样的思维的反转下，我开始注意到一个非常细微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线索：2016那一年的 Note 7的爆炸，或许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源自于电池，而是一个叫做 epoxy， 也叫做环氧树脂。epoxy 属于热固性树脂的一种，它的特性是强度高、硬度高，一旦固化就无法再逆转，能够帮产品实现极佳的防水、防潮、防尘的效果。不过，同样也因为它非常的坚硬脆实，在维修时相对难以拆解，通常也会在胶合处的表面留下具有高度辨识的质地与痕迹。在对 epoxy 有些基本的认知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几段拆解 Note 7的影片。为了寻找这存在于过往时空的蛛丝马迹，我翻遍了 YouTube 上几乎所有关于 Note 7的拆解影片，在一帧一帧逐格检视后，终于找到了这几张画质清晰的关键画面。复杂的背景移除后，可以明显的看到 Note 7背盖上的残胶呈现出一种雾面偏硬的质地，边缘有粗糙的断裂感，四周并没有像一般手机拆解时会出现的整条尸体的残胶，而是完整填充在背盖与机身的边框之间，尤其是在背盖上下两端。填胶的位置明显对应着内部螺丝固定孔位，属于结构胶，而且整个胶材的外观特征都完全符合 epoxy 环氧树脂的物理特性。从这些比较不完整的 Note 7拆解画面，也都显示了相同的残胶痕迹，而且这种结构用胶的方式，从 Note 7之后的三星手机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这确实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状况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单单只看图说故事就妄下定论。如果不是使用 epoxy 来做背盖的粘合，它在实际拆解的过程当中，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质地、什么样的画面？有一个地方也是还蛮值得我们去参考的，也就是 Note 7的下一代 Note 8的背盖的组装的方式。那么，或许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两个版本之间的比较，进一步的来证实这个论点的强度。产品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，厂商会延续前代的优点，同时修正曾出现过的问题。同样的方式检视了 YouTube 上所有 Note 8的拆解影片，试图从中找出画质足够清晰的关键画面。剔除复杂的背景后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同样具备是 IP68 防水防尘规格的 Note 8，背盖的边缘明显有一圈胶条的痕迹。这正是典型的压敏胶 （pressure sensitive adhesive） 残留痕迹。同时，在一些特殊的结构位置，也使用了裁切好的胶片进行局部强化。让我们透过 Note 8跟 Note 7并排的比较，就更能清晰的看出这两代手机的背盖粘合方式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。如果今天这个胶是一个这么难拆卸的胶，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胶来粘 Note 7的背盖？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些影片。Inspiration doesn't wait for an invite, which is why we haven't just made the new Galaxy Note 7 water resistant, but the S Pen 2. So you can keep feeding the flame. 从当时的这几支 Note 7广告中可以看出，三星主打的正是强大的防水防尘功能，不仅可以在水下拍照、操作，甚至还能够水下书写笔记。要达到如此严苛的防水要求，机身就必须具有极高的密封性。而当时，苹果紧接着在2016年的9月推出了他们首款具有防水防尘功能的 iPhone 7，但它的防护规格也仅止于 IP67。在当年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 ，IP68 不仅仅代表着更高一阶的规格，更象征三星在防水性能上以碾压的姿态超越了苹果。除了可以符合以上的时空背景之外，它还能够符合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物理现象。因为其实电池，即便它是短路的话，它顶多就是起火，它不会爆炸。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有可能会让这个现象会发生？接着，请先跟我一起穿越回到当年的记者会现场。历经3个多月的调查，三星要来公布 Note 7的自燃原因。在事件爆发之后的6个月，也就是2017年的1月23日，三星召开了一场规模盛大的记者会。官方指出 ，A 厂商的电池存在设计缺陷，电池尺寸与手机内部空间不符，导致电池容易受到挤压。
B 厂商则是出现制造上的瑕疵，生产过程品管不佳，导致电池内部产生尖刺，焊接制程不良，同样导致隔离层破损，引发短路。官方最终对 Note 7爆炸的结论是电池设计缺陷所致。在切入新的观点之前，我们可以先用概率的角度来重新思考。官方指出的设计缺陷与制造瑕疵，来自两家完全独立的厂商，在经历2次全面召回更换电池后，仍然再次发生同样的爆炸问题。光是这样的情况同时发生，几率就已经非常低了。我们用几率的概念来估算看看。假设电池设计缺陷的几率约为1%，电池制造缺陷的几率约为0.5%，召回后仍有20%的产品未完全解决缺陷。计算下来，单次爆炸的几率约等于0.0001%，两次爆炸的几率更是只有约0.0000001%，几乎是100亿分之一的超低几率。这种低到几乎不可能的情况，如果再次发生，那么意味着很可能有某个更关键的因素一直未被发现，或者是未彻底的解决，导致问题一再的重复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影片提到的新观点来带入因果关系，重新的梳理一次看看。2016年 Note 7爆炸事件，官方将主因归咎于电池设计制成瑕疵所引发的短路，烧起来的是电池没错，但是那只是整个因果关系当中的那个果。而真正的那个因很有可能早在产品的组装阶段就已经被埋下。真正的因很可能是三星为了实现 Note 7强大的防水功能，所以选择使用 Epoxy 结构胶来组装萤幕与背盖。虽然 Epoxy 能帮手机实现卓越的防水防尘能力，但同时也让手机内部形成了一个高强度的密闭空间。当电池出现官方所说的设计制程或瑕疵缺陷所引发膨胀，产生的热能气体凝聚成为一股无法及时释放的能量，机身内部瞬间变成了一个压力锅的环境，最终导致了爆炸这个结果。这样的解释比起单纯的电池问题，更能完整且合理的说明2次召回后仍然再次爆炸的原因。我认为这也是官方调查中至今未完整说明的那一块缺失的拼图。但即便有了这一片缺失的拼图，我还是觉得有哪里怪怪的。于是我开始收集整理三星这10年来所推出的手机规格的参数，汇整完数据搭配时间轴拉成图表后，就会获得一条曲线。在从曲线上不寻常的起伏，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所在。当的一声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从制造商的成本考量跟三星的机改产品策略，同时期推出的产品之间，也许会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？于是我注意到 S7 Edge 这只手机。根据公信力媒体 Analytech 报道指出 ，Galaxy Note 7的规格设计几乎与 Galaxy S7 Edge 完全一致，最大的不同仅仅是新增了 S Pen 跟虹膜辨识功能。它跟 Note 7所使用的电池都是来自于同制造商，两者的相似性甚至超乎一般人想象。然而，就在我更深入往这个方向追查的时候，不出意料的又让我发现了比意外更意外的意外。也就在我输入了这串关键字之后，我发现到了。所以当初事件背后的问题真的有被解决了吗？如果没有解决的话，为什么大家又能够相安无事这么多年呢？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用我的信仰来跟大家做说明，也就是质量守恒定律。世界上的万物皆能量，这么大的一个事件，它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能量。世界上所有的能量，它只会沉潜或者是转移，它不会消失。那这个能量跑哪去了？这个能量就跑到我们每个人的三星手机里面，所以不是脱胶就是滤线，就是出现这么多后来的种种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Note 7事件真相，同时也是这几年三星手机滤线问题的起源。自从去年我的手机荧幕冒出一条滤线开始，我就踏上了这一条寻找滤线的真相之旅。我拼凑出了一条滤线发生的因果关系链，同时我也建立了一份回报滤线灾情的表单。随着真相渐渐的浮现与大数据的成型，相信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不会是永远弱势的一方。同时也请大家善用热推的功能来分享这支影片，让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份表单，进而来填写遇到的滤线灾情，让真实的声音不再被资本给掩埋，让企业承担起应该有的维修责任。影片的最后，究竟 Note 7有没有使用 Epoxy 来粘它的背盖呢？我们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一句：我想我们遇到的脱胶问题，都是经历三星所谓的一种 safe failure 的策略。
在下支影片我会继续带大家来挖掘更多绿线背后的真相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